据说这部烧脑悬疑片只有1%的人能猜到故事的结局，豆瓣评分8.8，100多万人中就有近乎一半的人为它打出了5星高分。到底是怎样的一部电影，让众多网友看完后都直呼牛批，纷纷称它为悬疑片的天花板？好了，影片开始。男主名叫多哥，是一位著名的企业家。这天晚上，他让自己的私人律师请来一个30多年来从未败诉过的金牌律师古德曼为自己辩护。房间里，电视上正播放着一条晚间新闻：知名摄影师劳拉在一家酒店中遇害，重要嫌犯就是多哥。然而，多哥却对此声称他是被陷害的，劳拉并非他所杀。今晚，古德曼比提前约好的时间早到了3个小时，因为他刚得知一个新消息，检方找到了一个对多哥十分不利的证人。他提前过来，就是想把整个案件的细节全部重新过一遍，因为他不想因为这个案子毁掉他30多年以来从无败绩的辉煌时刻。紧接着，多哥说起了案发当天的详细经过。原来，知名摄影师劳拉是多哥的地下恋人，他们的事情被一个神秘人给发现了，一个是著名企业家，一个是知名摄影师，他们可不想因为此事毁掉下半生。神秘人向多哥勒索了10万欧元，这点小钱在多哥眼里根本就不值一提。于是，他们按照勒索人的指示来到一家酒店，可他们在酒店客房等了快2个多小时，什么动静都没有。正准备想离开，突然，多哥收到一条用劳拉手机号码发来的短信，短信上写着：“我要说出所有真相。”丽晶酒店715号房。看到短信，两人心头一慌，意识到这是一个骗局，正准备收拾东西离开这里。然而就在这时，一个神秘黑影突然出现在多哥身后，瞬间敲晕了他。几分钟过后，多哥醒来，门外有警察正在敲门。他在去开门的途中，发现地上有一个沾染着血迹的石像，隔壁的房间里洒满了钱。劳拉正躺在地上，多哥抱着劳拉，大声呼喊着救命。警察也在这时破门而入，冲进来逮捕了他。就这样，多哥成为了杀害劳拉的最大嫌疑人。说到这儿，多哥流下了痛苦的眼泪。他声称自己是被冤枉的，但敏锐的古德曼还是发现了多哥陈述的诸多疑点。他认为多哥对事发经过没有完全说出，还有所保留。因为根据警方的调查结果来看，案发当晚，报警人在听到房间的惨叫声后，并没有见到有人从房间里离开，而且房门也是从里面反锁着的。因为是寒冷的冬季，酒店收走了能打开窗户的特殊把手，所以说没有把手，窗户从里到外根本就无法打开，而窗户和门都没有被破坏过的痕迹，房间里也没有第三人的指纹和脚印。那么这就离奇了，警方断定凶手就是多哥，他所陈述的这一切都是谎言。于是他就这样被逮捕了，现在就在警方的24小时监视下。说到这里，多哥很是气愤，坚称自己根本不是杀害劳拉的凶手，他说自己是被人陷害的。说完，古德曼立刻追问：“你认为是谁想要陷害你呢？”多哥沉默不语。古德曼再次警告：“你的证词漏洞百出，这样下去根本不可能打赢这场官司。”说完，古德曼拿出一份报纸放在他的眼前，别尔赫是一名少年失踪。多哥见状瞒不住了，和他说了另一件事。原来在此之前，他们经历了一场恐怖的事件，一场意外车祸改变了他们彼此的命运，一场意外车祸改变了这两人的命运。林间小路上，多哥因为心怀愧疚，向地下恋人劳拉提出了分手。然而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车祸瞬间发生，好在两人都系上了安全带，他们并无大碍。然而对面车里的青年男子就没那么幸运了。两人下车查看，年轻小伙因为没系安全带，现在已经没有了呼吸。多哥很是慌张，拿出手机准备报警，然而却被劳拉一把拦住。劳拉说：“现在报警的话，他们一切都完了。”说完，他还把这场车祸的主要责任归于那头突然窜出的小路和驾驶员没有系安全带。况且这里很少有人出入，他们现在离开不会被发现的。多哥想了想，也被说动了。两人上车准备离开，然而这时新的意外又发生了，车子打不着火，不远处也传来了汽车行驶的声音，马上有人要过来了。慌乱之下，劳拉放倒了年轻小伙的尸体，然后假装与多哥发生车祸事故正在处理。刚伪装好这一切，热心路人就过来了。男子询问劳拉是否需要帮忙，劳拉连忙拒绝，简单交谈了几句，热心男正准备离开，突然年轻小伙的车子里传来了一阵电话铃声，劳拉急中生智，跑过去挂掉了电话，随后又假装接听起来。正说着，劳拉突然发现车底有一滩血迹，她淡定自如，很自然地挪动了几步，挡住了那滩血。终于，热心男再次确定不需要帮助后，驱车离开了。劳拉也习惯性地将手机放进了自己的衣服口袋里。事已至此，已经有了目击者，逃逸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让车子和人一起消失，他们才不会被怀疑。说完，
劳拉让多哥去处理掉车子和尸体，自己则在这里等待救援。没办法，事到如今，他们无路可退。多哥驾车来到一个偏僻的小湖边，正准备连人将车一起推下去时，一旁的树林中突然传来动静。他放眼望去，原来是一头小鹿。随后，多哥环顾周围，确定没人，毫不犹豫地将车推进了湖里。做完这一切之后，多哥联系劳拉，让她来接自己。然而上车之后才发现，劳拉惊恐万分，像是遇到了什么不好的事。在多哥的追问之下才知道，原来在他离开不久后，劳拉遇到了一个白发老者，老者名叫托马斯。他热心询问劳拉是否需要帮助，劳拉则谎称自己撞上了一头小鹿，车子便打不着火了。然而好巧不巧的是，托马斯以前是宝马公司的汽车工程师，一番检查过后，发现是传感器出现了问题。托马斯说，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到他家去，1-2个小时就能修好。犹豫片刻后，劳拉决定前去。可这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更让劳拉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回到托马斯家中，迎接他们的是托马斯的妻子塞尔维拉。塞尔维拉很是热情，和劳拉聊起了家常。托马斯则在外面修车。车上，托马斯意外发现了一个金色打火机，但也没太在意。屋里，两人正聊着，塞尔维拉突然拿出儿子的照片想介绍介绍，结果这一下可把劳拉给吓坏了。他拿起照片仔细一看，彻底愣住了。原来他们刚才撞死的那个年轻小伙，就是托马斯和塞尔维拉的孩子。这真的是巧得不能再巧了。然而就在这时，车子已经修好，托马斯准备想留下劳拉吃晚饭，可劳拉哪敢多留1秒啊！他胡乱找了一个借口就要离开。然而在收拾东西时，突然听到塞尔维拉要给他们的儿子打电话，这可吓惨了劳拉，因为他们儿子的手机就在劳拉的口袋里。慌乱之下，劳拉把手机藏进了一旁的沙发。托马斯夫妇循着声音找来，在沙发缝里找到了手机。塞尔维拉疑惑不解，因为儿子出门忘掉，自己也从来都不会忘掉手机，这次是什么情况呢？劳拉见状不敢再多停留1秒，转身招呼都没打就驾车离去。回来之后，多哥得知劳拉遇到了死者的父母，便把车子给处理了。多哥也和劳拉做了最后的告别，约定好永不相见。就这样几天过后，多哥假装刚从巴黎回来，随后还去了警局报案，声称自己的车子被偷了。时间一天天过去，然而他们真的能躲过这一切吗？正当多哥以为这一切都已经结束时，警察还是调查到了他的头上。金牌律师古德曼接到一通电话，声称那个对多哥不利的神秘证人已经到达了法庭。得知此消息，多哥立刻打电话给私人律师，想问问能不能查到神秘证人的底细。然而因为刚下飞机，噪音太大，律师没说几句便挂断了电话。随后镜头一转，古德曼对着多哥说，没关系，一切尽在我的掌控之中，你接着说。于是多哥接着回忆道，后来警方在调查年轻小伙的失踪案中，距离托马斯家5公里处发现了车辆事故的痕迹，现场分析是2辆车撞在了一起。然而这起事故却没有记录在案。根据托马斯所提供的车牌号，调查到那辆宝马汽车登记在多哥名下。警察问他作何解释，经验老道的私人律师当场回驳，案发当天车辆被盗，多哥人在巴黎，有机票和酒店票据为证，具有不在场证明，而且他的车子被偷，早已经报了案，多哥根本不可能作案。说完，律师带着多哥离开，这事也就暂时结束了。说到这儿，古德曼问多哥，当警察调查结束之后，你主动联系劳拉时都说过些什么？多哥矢口否认，说自从那次分开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他。说完，古德曼轻蔑一笑，这时候你还在撒谎，下次在外打电话的时候记得先看一下头上有没有摄像头。多哥听完立刻道出了实情，他说劳拉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狠人。事发后的第3周，多哥偶然看到一条新闻，上面播报着年轻小伙在失踪前挪用了公司5万欧元公款，所以警方觉得他很可能是卷款潜逃。多哥很清楚，这一切都是劳拉在背后操纵的。两人很快见面，原来案发当天，劳拉从年轻小伙的口袋里拿走了他的钱包，然后利用丈夫的职务之便，伪造了转账记录，转移了警方的调查方向。不久之后，多哥事业走上人生巅峰，获得了年度企业家称号。在一次晚会上，托马斯假冒记者找上多哥，他坚信自己的儿子绝不会挪用公款，还开门见山地说，多哥被叫去警局调查那天，他们夫妇俩也在现场。托马斯说，他儿子出门之后还有和朋友的通话记录，但是后来手机又在家中出现，所以他们坚信这一定是那个女人带回来的。说到这里，托马斯向多哥借个火，然而多哥却没有意识到托马斯这么做的用意。托马斯看着金色打火机，随后质问多哥，你把我的儿子弄到哪里去了？多哥淡淡的摇了摇头，我不知道。听到这样的回答，托马斯变得更加愤怒了。保安也闻声而来，强行把他带离了现场。随后画面一转，古德曼已经大致明白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他对着多哥说：“陷害你的人和杀害劳拉的凶手，应该和那场车祸的相关人有着直接联系。你觉得勒索你们的人会是谁？”多哥想了想，随后说道：“很有可能是案发当天第一次路过的那名热心司机，因为在前不久，勒索人曾用死者的名字寄来过一个包裹，里面有一张照片和一段录音。照片里的小胡像极了他沉尸的地点，录音也经过变声处理。勒索人让他准备10万欧元带到交易地点，否则就把照片交给警方，并说出所有真相。”说到这里，古德曼打断了他，他问多哥：“司机怎么可能会知道你沉尸的地点？”多哥随即说道：“原来多哥认为他沉尸那天晚上听到的动静很有可能不是小路，而是司机。司机应该在路过案发现场时看到了血迹，起了疑心，随后跟踪多哥并发现了真相。”说完，古德曼连连摇头，他认为凶手是司机的漏洞太大。第一，司机为什么要用劳拉的手机给你发短信？第二，他想勒索钱财，可为什么没有带走现场的钱而只杀害了劳拉？第三，司机又是怎么不留任何痕迹进入到房间里的？听完古德曼的这3个疑问，多哥懵了，根本不知如何回答。他缓缓站起身问古德曼：“怎么才能让整起案件看起来毫无漏洞？”古德曼眼神凌厉，说道：“听好了，只有这样重组故事，你才能洗脱嫌疑。”金牌律师古德曼说：“故事只有是这样，你才能彻底洗脱嫌疑。劳拉遇害的那天下午，你们按照勒索人的指示，先是来到一个电话亭，电话里勒索人让你们乘坐火车前往丽晶酒店，并让劳拉将手机扔进了垃圾桶里，随后让你们一前一后进入酒店房间。然而你们没想到的是，凶手已经提前藏在了衣柜里，随后趁你们不注意，先是打晕了你，然后杀害了劳拉，并以此嫁祸在你的头上。而这个凶手就是托马斯。只有这样，所有案件疑点才会合情合理，因为托马斯有强烈的杀人动机，并且古德曼还声称他发现了一个细节。他拿出一份报纸，上面是劳拉遇害多哥被捕当天的照片。他用笔指出了一个服务员，那是托马斯的妻子塞尔维拉。多哥恍然大悟，原来是托马斯早有预谋，妻子在酒店当服务员，所以托马斯进出酒店房间很容易，这一切也就解释得通了。然而就在这时，多哥立即提出了一个问题：托马斯根本不可能知道他沉尸的地点。古德曼立即反驳道：“那个小湖周边的环境都很相似，你确定照片上的地点就是你沉尸的地点吗？他很有可能是在试探你，再确认是不是被你沉入了湖底。就像这样。”多哥再次恍然大悟，原来他们上钩了。神秘勒索人就是托马斯夫妇。在妻子的掩护和配合下，托马斯先一步躲进了房间的衣柜里，而塞尔维拉则为托马斯打开了一扇窗户。等两人进入房间后，托马斯用劳拉的手机给多哥发了一条信息，随后趁他们不注意，砸晕了多哥，杀死了劳拉，并伪装现场，最后翻窗离开这里。塞尔维拉则事后锁上了那扇窗。真相就是这样，也只有这样，多哥才能彻底洗脱嫌疑。正说着，古德曼接到了一个电话，神秘证人的身份已经被确认，就是车祸发生时那天路过的热心司机。这可太不幸了。多哥谎称那段时间去了巴黎，然而司机却在案发当天见过他。如果司机去当证人，那他再怎么解释也没用了。说完，古德曼又想到了一个故事可以让多哥洗脱嫌疑。金牌律师古德曼说：“事已至此，故事只有这样改，才能彻底洗脱你的嫌疑。车祸当天，你并没有和劳拉在一起，是劳拉独自一人开车时发生的车祸，也是他一个人所做的这一切。伪造死者挪用公款，推车下湖沉尸，勒索信也是给他的，所以他事后向你求助，把你约到了酒店房间，和你说了这一切，你也才知道所有事情的真相。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在死者的尸体或者车上做文章，就能把所有罪责转移在他身上。比如将劳拉的某种物品放进沉入湖底的车里，就能把这一切栽赃嫁祸给他。况且他现在已经死去，只有这样才能拯救你。”古德曼如是说。说完，古德曼拿出一张地图，让多哥标出沉尸地点，马上执行将劳拉的东西放进去。然而就在这时，多哥想起那个热心司机，他说这个办法不可行，那个证人见过自己。说完，古德曼冷冷地看着他说了一句：“根本就没有什么证人。”原来是古德曼为了逼他说出所有事情，才设计骗他的。听完古德曼说的话，多哥终于松了一口气。随后他用笔在地图上标出了沉尸地点，还告诉了古德曼一件他一直隐瞒着的事情。原来在他沉尸的那天晚上，汽车后备箱曾传出过动静。他打开一看，结果发现那个男孩并没有死。但是事已至此，多哥已经没有退路了。他心一狠，直接连人将车推了下去。听完多哥所隐瞒的事，古德曼愤怒不已，大骂多哥是社会的渣渣。骂完还说：“Ahora está en mis manos. Me ha dicho lo suficiente como para que si hago llegar esta información al juez esté hundido. ¡No, no puede hacer eso!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古德曼恢复了冷静，他可不允许在他退休前的最后一件案子影响到他在律师圈的荣誉。平静过后，古德曼再次严厉地问多哥，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在隐瞒着他？多哥摇了摇头说，没有了。但敏锐的古德曼还是意识到，多哥到现在如今还是隐瞒了另外一些事情。他对着多哥说，按照刚才的分析和推理，整个案件看起来似乎合情合理，但是如果将多哥和劳拉的身份兑换一下，事情又是另外一个真相。是多哥阻止了劳拉报警，是多哥顺走了小伙的钱包，并用关系伪造了小伙挪用公款的记录，也是多哥一手策划并实施的抛尸计划。其实劳拉是被迫卷入进来的。说完，古德曼拿出一份医疗报告，原来自从那天过后，劳拉就患上了严重的焦虑症，她每天备受煎熬，直到有一天她想通了，她要说出这一切赎罪。于是她把所有真相都告诉了托马斯夫妇，并相约计划了神秘勒索人这件事。原来神秘勒索人就是劳拉，她伪造照片和短信，让多哥坚信是热心司机发现了他们的秘密。勒索来的那10万欧元也是劳拉想要给托马斯夫妇的。劳拉先是给多哥编辑了一条定时信息，她是想，如果多哥不按时赴约，定时短信就会威胁他前来。但是他没想到的是，多哥竟然提前到来。在酒店房间里，劳拉说出了真相，提出用钱安抚死者的父母，还威胁他去自首。多哥表面上答应劳拉去自首，其实心里早有了一个邪恶的计划。在收拾东西之时，他死死盯着一旁的石像，随后多哥拿起石像，一下砸死了劳拉。然而多哥依旧还在撒谎，始终不承认是自己杀害的他。他反驳道，如果真是劳拉把一切都告诉了托马斯夫妇，那为什么他们一直没有报警呢？说完，古德曼把多哥带到了窗户边。原来托马斯就在对面房间，他们早就已经不相信警察了。自从被保安赶出来的那一次，他就一直跟踪着多哥，一直想亲手将他送上审判席。事到如今，多哥傻了，这是什么情况？他翻出之前的报纸询问古德曼，而古德曼却告诉他，照片是合成的，塞尔维拉的确是酒店服务员，但是那天他刚好休息。于是多哥拿起报纸仔细端详了一下照片，果然在照片的镜子中发现了问题。看完照片，多哥笑了出来，他终于承认是自己杀害的劳拉。然而就在这时，多哥的私人律师打来了电话，古德曼说10分钟后继续便离开了。多哥和私人律师正说着，突然一阵电流声，随后又是一声砰响，只见多哥口袋里的钢笔流出了墨水。他拿出钢笔，随后在古德曼的笔记本上发现了异样，上面全是骂他的单词。多哥瞬间意识到不对劲，他翻看着档案，结果却发现档案袋里全是白纸。多哥懵了，他开始回忆起和古德曼的对话。Todo controlado. Y los Garrido sospechan que los culpables son usted y su amante. Estando ella muerta, solo les queda usted. ¿Dónde lo sepultó? Ni habrá salvación sin sufrimiento. Ni usted es más listo que yo.
El señor Doria. Soy Virginia Goodman。好了，影片到此结束，结尾的高能反转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是让人看完意犹未尽啊！难怪众多网友将它称之为悬疑片的天花板，果然实至名归啊！我是小森，喜欢的关个注，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